总算抓到了！今天我非得把你做成炸鸡、烤鸡、五香鸡。师傅您来了，我看您这2天练够辛苦，正打算给您煲个鸡汤补补身子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我问你，这是你今天吃的第几只鸡了？哦，你今天居然只吃了1只鸡呀？哎呀，饿着肚子了没有啊？不是只吃了1只鸡，而是只是1只鸡。你直接给我！人家肚子饿嘛。师傅人最好，不舍得让绵绵肚肚饿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小崽子，这食量每天都在涨，再这么下去，那可不是办法呀！看来是时候让他下山了。哎，师傅您别叹气呀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保证从明天起下山赚多多的钱，给你买100只烤鸡。乖徒儿啊，为师刚才在练功的时候啊，这掐指一算，居然算到了你爸爸的方位。真的啊？师傅你找到我爸爸了？为师算到你爸爸呢，现在已经是秦氏集团的总裁了。他就住在……爸爸，我来了！哎呀，这个臭丫头，这些年跟着我呢，把我的本事已经学到了10成10。这下山以后，应该不会被受欺负吧？小魔王走了，该轮到我吃鸡了。奇怪，罗盘怎么又带我走回这里了呀？哎，大哥，那个小女孩好像落单了。2位叔叔晚上好呀！哎，你好，请问你们知道秦氏集团的路怎么走吗？哎，小姑娘，你问这个可算是问对人了。我们呢，刚好要去秦氏集团。真的吗？那你们可以带我去吗？当然可以啦。那我们走吧。谢谢2位叔叔。不过，叔叔们可不能骗我哦，骗我可是要被变成小狗的。放心，叔叔可不骗你。你要不信的话，叔叔可以和你拉钩。这里好像没有吧？老大，这下7个小孩都凑齐了，可以交货了。通知那边就你说们说会带我去见爸爸的，你们骗我了。我爸爸根本就没有在这，你们骗我。骗你怎么了？再多嘴，老子毙了你！毙了你！老子毙了你！大哥，没必要吧？那又怎么了？一个小孩子而已，大不了打死了再拐一个。怎么样，怕了没有啊？爸爸到底在哪儿？既然你那么想见你爸爸，那就去地下见他吧。你怎么没死啊？是不可能吧？大龙，他不会不是人吧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你说怎么可能？你别过来！怎么可能？连子弹都生不了的怪物！
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既然你们骗人，那我就该把你们变成小狗啦！变成狗？啊！不要，不要！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别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道歉？对，我错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在哪儿，我只是想把你拐了卖掉你而已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对，那我是不是可以？当然不可以啦。犯了错，就应该接受到惩罚。出来吧，你们自由了。你操碎话是吧？还不慢一点，我们这该怎么办啊？啊，给我想想办法。各位啊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努力找回您的孩子。这个拐卖团伙作案十分老练，一旦找到各位的孩子，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不用等通知了，你们的孩子已经在我这里了。闺女，哎呦，闺女，孩子怎么都……幸好你没事。乖女儿，告诉爸爸你是怎么拯救他？是啊，连警察都没有你们的下落。是明明老大救了我。对，是明明老大救了我们。不用谢。哦，对了，那2个人贩子我也顺手牵过来了，就在门口拴着呢。拴？警察同志，我们认罪，我们都认，这些孩子都是被我们拐走的。快把我们抓起来吧！我这辈子太想当狗了，我求求你。队长，真是他们2个，快给他俩通知去！抓起来！小朋友，还是想不起来爸爸叫什么名字吗？想不起来。哎，不过我知道，我爸爸是秦氏集团大总裁。没听说过秦总有孩子啊？不管有没有，先问问吧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找回我的孙女绵绵。谁要能找到她，我就把整个秦氏集团送给她。哎，什么？有人自称是秦氏集团总裁的女儿？警察同志，那个你们就是我爸派来的人。这小东西啊，看着还真有几分像秦玉峰那张死人脸，把他拿去骗骗老爷子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小家伙，就是你说自己是秦氏集团的总裁女儿？对啊，你们不信吗？呀，怎么会呢？当然信了。走，阿姨啊，这就带你去见爷爷去。哎呀，你傻呀！老爷子本来就快死了，糊涂的很。刚好啊，拿着小东西凑合一下，说不定啊，还能从你大哥手里抢回秦氏集团呢。对，还是老婆聪明。走。待会儿见到爷爷啊，你就说你叫秦绵绵，当年就是在琼城走丢的，听到没？可是我不会撒谎。你少在这给我废话，让你说你就说。爸爸身边怎么会有这么坏心眼的人？等见到爸爸，让他好好清理掉这些坏蛋。玉凤，我的心是完不成，等爸走，
秦氏集团就交给你。绵绵找到了。找到了。这张绝世帅果然是我爸爸没错。快，让我看看。爸，咱们这些年找了多少孩子，最后结果都不是真正的绵绵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……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看不出来啊，小东西演技还真是不错。奇怪，他给我的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爸爸，我在山上这几年都可想你了。闪闪，哼，哎呀，绵绵她记错了，她当年啊就是在琼城走丢的，而且这些年就待在琼城，没有离开过，对不对啊，绵绵？我就是在青城山走丢的。坏了，秦玉峰的女儿当初可是在琼城失踪的。玉峰啊，看来她真的是你的女儿。毕竟当年她在青城山附近走丢这事，只有绵绵自己知道。怪不得这些年找了几个假货都冒充失败，原来老头子还留了这一手。哎呀，恭喜吧，终于找回孙女儿。那转让秦氏集团的事儿，好，你真是我女儿。爸爸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笨爸爸，你不信我是吧？那我证明给你看。你常年饮食不均，患有慢性胃病，你对芒果过敏，害得我也是。还有，老婆，这些都是你教他的？我没有啊。那怎么了？玉峰，我看她或许真的就是你的女儿。啊，他们骗到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云城警局刚跟我说，你是自己跑过来的，根本没有被拐卖，难道不是吗？是啊，没有被拐卖。不是的吧？别听大哥瞎说。绵绵，够了！找了这么多年，还闹回来一个假货骗我！你们都给我滚！全都给我滚出去！爸爸，爷爷，老爷子，爸，我这医生是啊，爸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已经提叫医生了。哎，叫什么叫？爸的遗嘱还没签字呢，要是现在死了，你就有资格跟你大哥平分秦氏集团了。都闭嘴！我有办法救爷爷。你就你，老爷子得的可是绝症，你一个小屁孩能有什么办法？就是一边去。爸，再等一下，医生马上就到了。要是再拖下去，爷爷可就神仙难救了。都给我定！小兔崽子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你快把我放开啊！聒噪！老爷子这情况，你确定他还能喝酒？谁跟你说我这葫芦里装的是酒？我葫芦里面装的可是青城山最名贵的青山雪莲熬制而成的雪莲奶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疯了吧？啊！老爷子现在什么情况？怎么能给他喝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啊？我这雪莲奶，一般人想喝还喝不到呢。李主任，我爸的情况怎么样？刘主任，患者心率非常微弱，血氧已经降到了80%。患者头部扩散，已经出现了先兆晕厥，快送急诊！不行，你不行？你们不许动他，我会救爷爷的。不是，这哪来的小孩啊？啊！快让开！耽误了抢救时机，这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走走走！哎，你日气缭绕是将死之兆，不行，
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。别闹！都给我定！哎，这什么邪术啊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刘主任，他要给老爷子喂那种东西了。住手啊！好了，爸爸，爷爷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再过2个时辰，大概就能醒来了。小兔崽子，你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我就说第一次看你就觉得你不对劲儿，原来你是想潜入秦家，给老爷子投毒啊！什么？到底是谁派来的？爸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刚刚可是救了爷爷呢！救？你这分明是在害人！小王、小李，赶紧送到急诊去，绝不能让秦老爷子在咱们医院出事儿。是。爸爸，我明明救了爷爷。还够是吧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爸爸，放开我，我自己走。蠢爸爸，笨爸爸，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的猪爸爸，我发誓，除非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再也不认你了。你去跟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好饿，我就看一眼，应该没关系吧。付款成功。原来山下的饭馆根本就用不着给钱。这个，我全都要，每样都给我来一份。小朋友，今天的菜吃的还满意吗？一般般嘛。付款失败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吃饭不给钱？给钱？我已经刷过脸了呀，要不我再刷一次。付款失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小兔崽子想吃霸王餐啊！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总裁，老爷醒了。太好了，医生说小姐给老爷喝的是1000倍浓缩的天山雪莲精华，仅1滴就可以让将死之人回春。原来老爸能醒过来，全靠了他。对，马上把他接到秦家，我要向他亲自赔礼道歉。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家里大人没交过你吃饭的钱。我已经刷过脸了呀，而且你们做的饭菜也不怎么好吃，都没有我做的好吃呢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获得过米其林蓝带的高级厨师。就是吃光了咱们东西，说不好吃，这么有本事你去做呀！好啊，那我给你们开开眼。还这样子。
好好吃呀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番茄炒蛋。小朋友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？我让你做主厨。真的吗？这些厨具质量太差了。算了，你走吧。今天的这顿饭就当是我送你的。不是，他把咱厨具都打过来，就这么让他走了啊？对，我不走。师傅说了，一载做事一载当。要不这样吧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帮你们端盘子，直到我的工资足够赔偿这些厨具为止。对不起，家里的狗眼！你知道我这条裙子有多少钱吗？没错，刘姐，这小丫头片子居然弄脏了你今晚参加慈善晚宴的礼服，让她赔！这小丫头片子看着一脸穷酸样，肯定赔不起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赔不起？我这条裙子可是Burberry高级服装师亲手给我定制，就算是把你卖了，都赔不起我这块一脚料。算了，我也没时间跟你耗。这样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。不就是一点小污渍吗？帮你洗洗不就好了？这一套呀，可是Burberry限定礼服。Burberry的礼服呢，最少也要100万，脱下来给你洗啊，洗坏了怎么办？就是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下跪道歉吧，兴许刘姐一高兴就原谅你。我不跪，师傅说过，女儿膝下有黄金，可跪天地跪父母，绝不能跪奸人。你敢骂我？小崽子！他可是秦氏集团秦总裁的贴身秘书，赶紧跪下道歉，快跪下！好啊，那么喜欢下跪是吧？我给你们跪！秦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绵绵小姐好像把刘蜜的衣服弄脏了，现在刘蜜要逼她下跪。什么？这样跪你满意了吧？还是要这样？要不我重新再给你跪一次？谁给他的胆子？刁难我们秦家的恩人，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在干什么？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知道错怪绵绵了，特意来跟我道歉的呀？刘姐，我怎么听到这小丫头在喊总裁啊？没听说我总裁娶妻生子了呀？总裁，是这样的，刚刚我们3个人在这吃饭，这个小女孩忽然就闯进来，说是您的女儿，还让我们跪下来。对，刘姐说的没错，都是这小丫头片子，她故意刁难我们。就是，我们膝盖都跪肿了，都是她害的。胡说！明明是你们故意刁难我，逼我下跪，我才……你们3个大人拗不过一个小孩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个小女孩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法，就这么随手一指，我们就都动弹不了。行了，再让我看见你们拿着秦氏集团的身份仗势欺人，你们就都给我滚出秦氏集团！绵绵，我们走。绵绵小姐，上车。哇，好帅的车呀！不行，我之前可是亲口听爸爸说，不许我再靠近秦家半步。绵绵，对不起，之前呢是我错了，现在能原谅我了吗？除非你亲自抱我上车，还要跟我说公主请上车。好，公主请上车。糟了，爸爸今天有危险！摘下完页了吗？喂，秦总，城东地皮的招标结果出来了，我们流拍了，对方只比我们高了1块钱。看来是集团的招标文件泄露了。吴姐，你先送绵绵小姐回家，我回集团一趟。是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算都避不开这场灾祸。今天我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爸爸，以免出事。刘姐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总裁要来集团视察，已经在来的路上。这么大的事，总裁怎么没提前说啊？差点忘了，今天是城东地皮招标公示的日子。看来是秦总裁已经发现了集团流标，来问责的。总裁来不来，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。
总裁到了。不是说总裁到了吗？怎么只来了一个小孩子呀？这是谁啊？没听说总裁有孩子。是你？怎么又是你这个丑丑的臭阿姨，老缠着我爸爸不放？谁家的小孩？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家的，你有意见吗？总裁，你来了。大家把手上的工作停一下。我今天过来是为了城东那块地皮流拍的事儿。城东的地皮流拍了？小严不是说咱们秦氏集团的价格最高吗？这不可能啊！全云城都知道秦氏集团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，有谁敢跟我们竞拍啊？我和大家一样意外，而且拍下地皮的那家公司出价只比我们贵了1块钱。秦总，您的意思是咱们公司有内鬼？没错，没有准确的金额信息，对方不可能把握的这么精准。泄露信息的人，如果今天也能主动站出来，我可以从轻发落。但如果让我找到你，我保证让你在行业里消失。爸爸看来是真生气了。到底是谁泄露了公司机密？赶快站出来！我泄露消息可全是为了集团，等到雅兴集团无偿帮我们开发完那块地皮，总裁就能知道我的好了。总裁，在封存标书的保险柜附近发现这个，这一定是内鬼留下来的。马上搜查所有集团员工的衣服，看谁少了这颗纽扣。是。都核对过，没了。爸爸，我有办法。爸爸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对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是一张寻物符，只要你让他闻一闻你想要的东西，他一定能帮你找到。这，秦总太儿戏了吧？这个这么幼稚的把戏，总裁也信，还真是有东西。绵绵，我在办正事儿呢，别闹啊！爸爸，你不相信我？这怎么相信你啊？这有一张黄纸，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黄纸。去找到那颗纽扣的主人。我就说嘛，骗人的小把戏儿，总裁不会真以为凭这东西就能找到我。找到了，这个纽扣就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是你？不是这样的，总裁，我确实偷偷打开过保险箱，但我只是为了确定标书没有封好。我一心为了集团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出卖公司的事情啊？对呀，总裁，刘姐来咱们集团已经工作很多年了，刘姐对于咱们秦氏集团的忠心，大家都看得见，肯定是有人陷害她。就是，绝对不可能是刘姐干的，或许是这个小畜生故意陷害。爸爸，低头。怎么了？不管是不是，反正这事儿肯定和刘姐无关。刘姐对我不薄，我一定要帮她说好话。雅兴集团说了，只要接下来的招标，我把金额告诉她，就会无偿帮我们开发全部的地皮。总裁，等到开发完成，一定会感谢我的。刘秋柔，还说不是你？总裁，你冤枉我了，你真的要相信我啊！总裁这是怎么了？突然这么凶，我差点以为我真的露馅了。阿姨，你别演戏了，爸爸都听到你的心里话了。心里话？吴姐，马上带刘秋荣去人事部结算工资。刘秘书，跟我走。我不去。总裁，我在这个公司认了2年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刘秘书，我不知道雅兴集团给你开出了什么样的条件，给你许了什么承诺，但你应该清楚，雅兴集团是秦氏的死对头。总裁怎么知道是雅兴集团？难不成不是？总裁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是雅兴集团那边的人承诺我，只要他们投标成功了，就会帮我们开发，到时候会还给我们的呀。真是刘姐，这么蠢的理由他也能信？总裁，你相信我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拿上你的破扣子，吴姐，马上拿走。保安，我不走，我不
大家继续工作。爸爸，你说我今天怎么样？是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呀？是，谢谢妹妹。那我想来一个抱抱作为感谢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危机还没解除。来抱抱转转，满意了吗？爸爸，怎么了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爸爸，我今天好累呀！你不是说爷爷想我了吗？我们回家吧。只要让爸爸尽快回家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好，吴姐，回家。要不是那个小贱人，今天的事情根本就不会被总裁发现。明明就是为了总裁好，都怪他。小贱人，去死吧！别别，爸爸，不要！给我停！不算，吴姐，报警！别报警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！绵绵，绵绵，太好了，爸爸终于解除危机了。绵绵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秦总，那刘秘书那边，咱不管他了，回秦家。是。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有些劳累过度了，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吴姐，算医生，医生这边请。这就是救醒我的恩人吗？是。绵绵，爸爸，死气弥漫，秦家还隐藏着更大的危机。死气弥漫，秦家还隐藏着更大的危机。哎，绵绵，你这刚醒，别乱动。现小家伙，慢点儿！绵绵，突然跑来主卧做什么？这是你爷爷休息的地方，你要喜欢，我可以给你装个一模一样的。爸爸，这块石头是哪来的？你是说那个摆件儿？我记得那是1年前我寿宴时，秦霄和婉柔他们送我的，说是难得一见的龙种翡翠吧？没错。绵绵，你是喜欢那个玉雕吗？绵绵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送给你。我才不喜欢那块石头呢！送爷爷这块石头的人，是想害死整个秦家。绵绵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块玉雕是我弟弟秦霄为老爷子祝寿精挑细选的礼物，怎么可能要害死秦家呢？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这块玉雕里的死气已经弥漫了整个秦家，如果不尽快把它砸碎，你们就要遭殃了。爷爷的病是第一个，接下来的可能就是爸爸。是我啊？爸爸，如果我说我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段时间的运势，你相信吗？那按你的意思，是我弟弟他们想害我们？如果这块石头是他们精心挑选的话，那他们一定是想害死爷爷和爸爸。爸爸，你相信我，这块石头不能留。爸，这……我已经通知你弟弟他们了，让他们赶紧过来见绵绵，到底有什么心思？是不是真的想害我？待会儿问一问就知道了。爸爸，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你最好现在就砸了这块破石头。
你们舍不得动手，那让我来动。小兔崽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哎呀，天哪！你个小兔崽子，这可是价值千万的隆重翡翠，就这么被你给砸了！小兔崽子，上次的教训还没收够吗？居然还敢来我们秦家撒野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秦家！我看谁敢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小兔崽子上次就想混进咱们秦家，给咱爸下毒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这现在还砸了我们精挑细选送给老爷子的寿辰礼物，你还想护着他？是啊，大哥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小兔崽子给诓了，他就是一个小骗子。呸呸，我才不是个骗子，我秦绵绵从来不撒谎。放肆！怎么说话呢？你可是我们秦家的恩人。恩人？可是他当时明明就是想给爸投毒。那不是毒药，是1滴抵万金的倾城雪莲。行，就算他当时是救了爸，那现在呢？他砸坏了我跟我老公去年给爸买的祝贺礼物，怎么说？难不成也是为了救爸？对啊，这个玉娇里面被你们动了手脚，如果在身边放久的话，会导致全家倒大霉。你瞎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送这种邪物啊？你也知道是邪物呀？还不是你说的这么邪，误导我。小兔崽子，你不要以为你救了一次老爷子就厉害了。这块玉雕可是我们精挑细选送给老爷子的寿辰礼物，你给他砸了，那就得赔。爸爸，5000万很多吗？很多，足够很多人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哦，那看来爷爷和你的命，在这叔叔阿姨眼里价值不少呢。小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为了陷害我爸爸和爷爷，居然花了那么多钱布局，真是大出血啦！住口！我们什么时候要害老爷子和大哥的命了？这东西说白了，不过是个玄学手段，哪怕是我们设的局，又怎么样？这小东西根本没办法证明。哼，还想狡辩？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爸爸、爷爷，你们跟我走。就这样，你到底想我们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东西啊，神神叨叨的，还以为真有什么手段呢。说到底啊，不过是装神弄鬼的把戏而已。我看你们就是被这个小畜生给骗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小兔崽子闭嘴！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这一招就真的能让周围生物瞬间失去生机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爸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真不知道这东西有这种效果啊！是啊，爸，说白了，它就是一块石头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送你，也就是图个吉利，谁真想到这……多余的话我不想听，你们两个现在给我滚！爸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另外，秦氏集团的股份你们也别想了，明天晚上的慈善拍卖会，我会全云城宣布，秦氏正式交给绵绵继承。什么？爸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们还好意思问？身为秦氏后辈，不想着一心壮大秦氏，反而一心坑蒙拐骗，甚至送这些污秽之物给老爸祝寿，你有什么资格继承秦氏？爸爸，你刚才好帅。爷爷不帅吗？爷爷也帅，爷爷跟爸爸一样帅。不过爷爷，股份是什么东西啊？股份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等明天晚上你陪爸爸去趟拍卖会，结束后啊，爷爷就教你怎么玩。哦绵绵，你先进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好的，那我进去等爸爸。绵绵，是你？
是我呀，绵绵小宝贝。其实那天停车场的事情吧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而已。阿姨没想到一下就没有办法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秦玉峰竟然这么宝贝这个小孩，看来我得换个法，先想办法拉了再说。别乱叫阿姨，谁是你宝贝呀？我跟你都不熟，好吧？好，是阿姨叫错了。那小绵绵，你能不能帮我和你爸爸说一声呀？别再调查停车场的事情了。那天的事情啊，真的只是一个误会而已，你相信阿姨呀？阿姨，我偷偷问你，是不是想追求我爸爸呀？是呀，那你能帮帮阿姨吗？阿姨，你好会做梦啊！我都说了我跟你不熟，我干嘛要帮你啊？想要我帮你，除非什么呀？绵绵，你说，只要阿姨能做到的，阿姨全部都答应你。小孩子能有什么想要的？大不了出点血，只要能拉拢他，就不愁追不到玉凤的。真的什么都可以吗？真的，阿姨什么都答应你。算了吧，阿姨，你连我妈妈1/10的好看都没有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心了吧。不管你怎么做，我爸爸绝对都不会喜欢上你的。好你个小兔崽子，骗我是吧？刘秋柔，你想对绵绵做什么？吴姐，上次停车场的监控调出来了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还放任他出来活动？不是，总裁，你误会了。刚刚我跟绵绵呀是在开玩笑呢，对不对呀，绵绵？爸爸，阿姨的眼睛是怎么了？是突然犯病了吗？行了，从现在起禁止你接近绵绵。还没会开始呢，吴姐，咱们走。是。可恶，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难搞？感谢大家来参加今晚的慈善拍卖会。为了方便大家，主办方为大家开好了半明料，请大家过目。看那块是色青透，还有里面的飘花，里面肯定有货。我也看好那块，不过这么明显的好料，价格肯定不低啊！大家猜的没错，9号石料的价格在这批料子中是最贵的，起拍价3000万。不过也很明显，它的出货量在今天的所有石料中是最高的。9号，我秦氏集团要了。不行，爸爸，这块料子不够圆，开不出好东西。爸爸，你相信我，9号这块形状不好看，肯定开不出好翡翠。绵绵，别闹。那你说咱们挑哪块啊？这块不错，爸爸，你相信我，这块一定能开出好翡翠。哎呦，我的好绵绵呀，这块石头虽然是开了天窗，但仔细看，隐约飘了白花，还飘了点黑花，这肯定是个废料。不可能，这块绝对是个好石头，比刚才爸爸要的那块好多了。果然小孩子就是小孩，看中一块石头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它的形状，还真把这当游乐园了是吧？料一看就是人工凿的，其实总裁会信他呀？才见鬼了！你们都不信是吧？那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就赌开石头。如果你开出来的石头比我的好，我就立刻向你道歉，而且还帮你追我爸爸。绵绵，爸爸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输出去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你就不能再接近我爸爸，否则我就把你变成小狗。好，我赌了。拍卖师，9号石头我要了，现在就。天哪，这么大一块料子，它是极品飘丽花，
3000万，至少翻上1倍了。不愧是刘小姐，听说早在她屈尊秦氏集团做秘书之前，就是玩这个的，在上京赌世界可是赫赫有名啊！恭喜刘小姐开出极品飘绿花翡翠。我的好绵绵呀，你可能还不懂石料的价值，你再怎么开都不可能比我开出更值钱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现在认输，我呢不需要你当众给我道歉，如何？你怎么就知道你的这块比我的值钱？我这块可是极品飘绿，普天之下绿花翡翠，那就是翠中之王，难不成你还能比我开出更好？刘小姐，绿花翡翠虽然很罕见，但你这块飘满了白絮，要说比你的贵的，不是没有。是，总裁说的有道理。那不如让我们看看绵绵的石料到底能开出什么吧。那好呀，麻烦你了，叔叔。我可不信那种人工凿圆的破石头能开出什么好。等会儿，我没有看错吧？这居然是极品冰种蓝翡翠，而且还是一整块，毫无裂痕，没有任何飘絮和黑花。我的天哪！这块石料最少价值几个亿吧？爸爸，我怎么样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种石料居然真的能开出这么极品的货！小朋友，我愿意出10倍的价钱，这块石头能不能卖给我？等下，我愿出20倍。不卖，都不卖。这块石头是我专门给我爸爸开的，谁都不能卖。怎么样？我开出来的石头是不是比你的好？你不愧是秦总裁带来的小孩，小年纪就对赌市有如此见地。果然是龙生龙，凤生凤啊！我心服口服。当然，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那边的怪阿姨愿赌服输哦。阿姨，你石头忘带了。绵绵，没想到你这么懂赌石啊，是我低估你了。那当然，我会的还多着呢。哟，我宣布，今日拍卖会到此结束，秦绵绵小朋友是今晚的最大赢家。本次拍卖会由秦家全力赞助，下面有请秦家董事秦震天先生上台致辞。今天除了恭喜各位拍到自己心仪的宝贝了，我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宣布。我秦某终于在有生之年找回了我的亲生孙女，在各位的见证下，我宣布3天之后，秦氏集团将正式传给我的宝贝孙女，秦绵绵小朋友。快上去跟爷爷签合同。爷爷，爸真的是疯了！要不是我听到消息，一觉醒来，秦家还真成了那小兔崽子的。他休想！走。恭喜秦绵绵小朋友今晚在所有人的见证下签订继承合同，让我们恭喜未来的小秦总。爸，你怎么能真的把秦氏交给他？他那么小，懂个什么？你长这么大，不也连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懂吗？甚至还想害我，在我看来，连绵绵的一个头发都比不上。可是秦绵绵，她根本就不是秦家的子嗣。谁说的？我就是爸爸的女儿。当初要不是我把你带回来冒充秦家的孙女儿，你哪有机会接近秦家呀？哦，你终于说实话了吗？王婉容，你闭嘴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
本就没有资格继承秦氏。大妹子，难道你有资格吗？爸，婉容也是为了我们秦家好，才出此下策。但我们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绵绵，一会儿啊，你就能见到了。哎，小丫头，假的永远是假的，待会儿就会被扫地出门。爸，我会向你证明，一切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。爸，这个就是方依依跟大哥的亲子鉴定结果。这怎么可能？爸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这个秦绵绵啊，根本就是个冒牌货。方依依才是我们当年秦家走丢的孙女儿，是不是？爷爷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的头发都白了这么多，都是依依不好，应该早点回来的。爸爸，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依依很听话的。哎呀，来，你们快看看这孩子，这些年肯定受了不少罪吧？连做都不敢做，多懂事！阿姨，依依一点也不辛苦，能找到家人，依依已经很开心了。我就说嘛，秦家的孩子啊，就应该像你一样知书达理的，这种气质啊，可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像某些人，你叫方依依，对吧？爸爸，这是我干爹干妈给我取的名字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们也可以叫我秦依依哦。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是在哪里跟家人走散的？那天爸爸带我去青城山郊游，是依依贪玩才走丢的。我还知道妈妈3年前就已经不在了，我要是早点回家，就能见到妈妈了。哎呦，这孩子遭了不少罪吧？台词背得不错嘛。信息倒是都对上了，不过为什么我看见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反而是看见绵绵才……爸爸是不是不喜欢依依？依依回来是不是错了？怎么会呢，依依啊，他们呀是太惊喜了，害怕你再次消失，才不敢认你。真的吗？爸，事到如今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？不相信就对了，欠老头子我一次，还想白磨第2次？不是的，爷爷，我真的是你孙女。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跟着一起说谎？我们秦家不喜欢你这样的坏孩子。来人，送他出去。不要，我不走。怎么办？我哪知道啊！废物！我有办法了。依依姐姐，别赶我走，我只是想认我的家人，我不会和你抢的。定！你做的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绵绵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推你？我刚刚分明是救了你，要不然你就不小心摔下去了。绵绵，没事吧？没有伤吗？爸爸，你放心，不用谢我呀。怎么回事？还没走？爷爷，他马上就走了，我送送他。你赶紧走吧，不然待会儿爷爷要生气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好……绵绵姐姐，你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东西。什么你的东西嘛？这照片上的是我爸爸妈妈。这是我的东西，我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才找回家人的。你为什么要偷我东西，还把它撕碎了？我兜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照片，你怎么就说我偷了？绵绵，把照片给我。依依，这照片你哪来的？这是妈妈给的，可是现在被绵绵姐姐撕了，爷爷和爸爸也不要我了，依依现在是没人要的孩子了。不就是一张照片吗？
爸爸，你快还给他吧，免得他又污蔑我。依依，这张照片谁给你的？爸爸，这张照片上和你站在一起的女人，她根本就不是妈妈。不错，申雪平时最讨厌白色的衣服，这个女人是 AI 合成的。谁给你的照片？你们都欺负我，爷爷和爸爸也不认我了，妈妈也不在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那我也不活了，我干脆去街下找妈妈团聚好了。住手！依依，起来！爸，你快看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我哪也不走。如果要赶我走，那我就去死。方依依，你确定你是我妈妈的女儿？那还有嗲，要不要我把我妈妈叫出来，问一问她，到底谁是她的女儿？哼，她的妈妈早就已经去世了，她怎么叫得出来？叫就叫，我才不怕呢。明明，你怎么把妈妈叫出来？其实我刚到秦家，就感受到了妈妈的气息，妈妈肯定还在家。你是说我还能再见到她？当然。奶奶，你这是？这是血脉搜寻术，只对骨肉至亲有效。妈妈果然就在这儿。绵绵姐姐，你该不会是说这块玉佩就是妈妈吧？你这小丫头还挺幽默。小孩就是小孩啊，以为大人跟你们一样好骗呢。不错，妈妈的灵魂就在这块玉佩上。妈妈，这玉佩是我当年送给你妈妈的定情信物，她出事以后，我就一直佩戴在身边，思念她。你难道是说，绵绵，只是一块玉佩而已，一个死物，你怎么？妈妈的灵魂真在这上面，就算她的灵魂真在这块玉佩上，那又怎样？难不成也还能让这块玉佩开口说话？爸，你看要不这样，这孩子的身份暂时也不确定，干脆一块都留下，咱们秦家也不是养不起。我的玉佩。爸爸，妈妈说她有话要跟你说。妈妈，小雪，小雪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还有脸碰我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，你枉为人父！妈妈，你别怪爸爸，都是坏叔叔和坏阿姨搞的鬼。爷爷和爸爸可都是一直相信我是他们的孩子呢。走吧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亲子鉴定报告，就先走了。走，快走！是会找台阶下。爷爷，你这下总该相信我了吧？傻丫头，爷爷一直就知道你是我的亲孙女。妹妹，爸爸也一直相信你。